东君，你醒了，怎么样？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。你方才是不是做噩梦了？梦到什么了？感觉我仿佛跌落了一个无穷的深渊里，没有尽头，就一直下落，下落。有时好像烈焰地狱般灼热，有时又好像坠入万丈深渊般寒冷。除了绝望，什么也感受不到。在梦中有个同路人，后来有个人拉了我一把，可他却在我的手上划了一道，却被我自己挣脱开了。他是谁？我最好的兄弟，百里东君。怎么突然这么冷？哈哈哈哈！当然了，小师弟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极北之地了。来，哎，师兄，快把帘子拉上！你这是要冻死师弟啊！哦哦。是。你刚才运功时，真气澎湃，我怕你体内真气散不出来，也就没给你披上。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瑶儿，那你岂不是要冻到了？我们一起盖吧。小师弟，你可真不害臊啊！东君，你训练功练到第几重了？你说过，一重功一层楼，每层都是重重阻碍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我恰好登到了第3层，不多不少，训练功第3重。这就是天外天。魂官，你先带孩子进去，用内力给孩子御寒。我和叶鼎之直接去狼月府邸找父亲。为何不能一起？虽说是福地，也不是谁都可以去的。那边是比这还要可怕的一片冰原，再神勇的马也会望而却步。我们只能徒步前行。安氏，你先跟着叔叔去暖和一点的房间里，爹爹随后就到。爹爹小心。放心吧，爹爹很快就会回来的。你阿娘还在等着我们。
相尊师。这位就是你们天外天如今的掌事人吗？吾相在此恭候叶公子的到来已经许久了。在下叶鼎之。尊师，外面的事情就麻烦你了，孩子也请照顾一二。去往狼月福地途中不乏危险，请二位务必小心。多谢。尊师，你带孩子先回去，我在这里还要等几位朋友。尊师，你要亲自出战吗？暗使传信回来了，仵作已经被他们杀了。我若不战，天外天还有人能拦住他们吗？飞离，去吧，很快。属于我们的天下就要到来了。就要到了，他们必是直接去了狼月福地，那里马车无法行进。再过一会儿，我们就要下车徒步过去了。师兄，怎么了？小师弟，不是师兄我想停啊，喏，前边有个拦路的。长公主，又见面了。上次未能同你说的话，如今一并说了吧。尊使为了自己的权利，欲我去使如今终于能过上安稳日子的天外天百姓为你卖命，你夜里心安吗？在我看来，这才是让北阙走向真正的覆灭。长公主，错了，吾相这一生从未对权力有过执念。只是我们的百姓原本就应该生活在那片温暖富饶的土地上，而不是这片贫瘠苦寒之地。但有些事情已经注定了，如果放不下，只会败得更惨。与其让战火重燃，不如在新的家园获得重生。败，等国主出关重临北离，到那时这世上没有比他更强大的存在。长公主，难道希望自己的父亲一直沉睡吗？如果他的醒来会带领北阙走往覆灭，那么是的。唉，又是一个入了邪道之人，只不过这个家伙要难对付得多了。为何？那个仵作使入了邪道，只不过是徒有其表，不堪一击；而这个相使，他连心都入了邪道啊！他的心坚若磐石，他认定自己做的事情就是正道。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难缠，因为他有信仰，而信仰往往能够驱使出更强大的力量来。既然你能站起来，还要轮椅作甚？实不相瞒，我已经20年没有站起来过了。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能让吴相使这样拼死相拦，叶鼎之他们一定是已经前往了岳福地了。
恐怕这最后一段路，也得由你自己去走了。临走前，师兄送你4个字：不要后悔。师兄赠言，东君记下了。这一路，多谢。你就是杀死无作的人吧？也是接下来要杀死你的人。这么寒的风，你使用青龙力，强行使自己一双残废的双腿站起来，这可不是什么好选择。不是选择，而是别无选择。有些人虽然讨厌，但却值得敬佩。你是个值得敬佩的对手，虽然你不是什么好人。谬赞了。那么我与先生2人就在这里分出生死吧。这片冰原，没有人能走得出去，它就像是没有尽头一样。狼月福地已经是我们能走到的极限了。在这里，但凡停下来一刻，身体里的血液都会被冻住。你们宗主为何要选择在这样的地方苦修？父亲说，在这样的地方修炼，才能让他时时刻刻记得亡国的痛苦。你父亲的执念可真是够深的。生年不重来，一日难再晨。都说这天外天的无相尊使是一介文人书生，可没想到这文人书生的功夫，却比那个无作使不知道强了多少倍。值得我认真对待。累了这么久了，临死前歇歇吧。那就多谢君先生了。很多年前，我有幸见过李先生。你是他的大弟子，能死在你的手上，我没有什么怨言。只不过我死了，却也不代表我们输了。你真的以为我的小师弟他们阻止不了你的计划？也真的以为那个叫岳风城的练了什么虚念功第9重就能够毁天灭地、天下第一？可笑！不与妄言者辩。
冒昧的问一句啊，您还有多久死啊？或许让先生失望了。冰原之上的寒风正在冻凝我的伤口，也许我还能再苟活1个时辰。若先生再出手，我自然1刻也活不下去。好，那我们便打个赌，若在这1个时辰之内，先来到这里的是岳风城，我就治好你的伤，让你活下去。如果是宗主来到这里，他神功大成，自然也就能救我，哪儿还需要先生？我会先杀了他，然后再救你。君先生可真是自信。但如果来到这里的是百里东君呢？我依然会救你，只不过你要以这天外天的名义向我保证，至死不能离开这里半步，同时也放弃打北离的主意，如何？这个赌局似乎对我没有坏处。好，那便赌了。百里东君，你不明白是吗？那我就讲给你听。我练魔仙剑时，就已经种下了魔种，虽经压制，但这并未完全消除。文君回来后，我以为一切都会变好了，但没想到，这只是一个局。不够强，就只能做棋子。所以我的父亲被诬谋反，满门抄斩，所以我的妻子几次被人夺走，始终不得安宁。所以从今往后，我不要再当局中的棋子，我要做下棋的人。百里东君，别再那么天真了。没有人会永远像从前，整天傻呵呵的，不知人间疾苦。我现在是叶鼎之，不是叶云。如果做叶云需要一直辛苦，那这种辛苦我看遍了，也过够了。云哥，云哥。你自己留在原地吧。叶鼎之，我在此修炼近20年，志在收复北阙，戒之北离。可到如今，我的心愿就此要停止。你很好。现在体内已经有我们3个人的真气，足以纵横天下了。你想做执气人，那就
就统领全北域的宗族，带领着北域的铁骑，踏平中土吧！你死于我手，不恨我吗？英雄立于世，心中爱恨，岂能如此凡俗？我心中最恨就是背离。如今我们的敌人是一致的，那就请你记着我的遗愿，做现在天下第一，踏平背离。来了。这场赌局的结果，比我想象中的更有意思。没想到我们两个，谁都没有赢。怎么会如此？入了魔道，却仍有一颗人心，这颗比那所谓的虚念宫第九重厉害一些吧？你就是叶鼎之？是我。我打不过你，或者说至少我杀不了你。我也不想与你打。我特别好奇，这冰原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岳风城死了吗？死了。怎么死的？我吸干了他的内力，我本想杀了他，但百里东军求我，我就放了他。可他的经脉承受不住啊，现在应该已经死透了吧？怎会如此？怎会如此？可你却没这么幸运了，你一定要死在我的手上。没想到我苦心谋划这么多年，最后还是功亏一篑。你的苦心谋划，却又与我何干？我此刻本应在姑苏城外的草庐中，那里四季温暖，草木成荫，而不是在这寒风冻骨的冰原中。就算永生坠入寒冰地狱，也挽回不了你的罪孽。
你现在很危险。我知道，但你与其关心我，不如关心下那个家伙。他也被我吸干了内力。如果你不传真气给他，他也会死的。他千里奔袭至此，只为救你。可如今他快死了，你却不管。我的真气只会加快他的死亡。我知道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了，可是我还是想和你说一句：与我们一起走吧。你的魔心，我可以帮你渡。不必了，终归是两条路了。如若是这样的话，那下次我们再见面，可就避免不了打这一架了。那就不要再见。可他呢？他是你最好的朋友。我不配做他的朋友。师父啊，师父，你说的对。这世间还是失意人最多呀。宏观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！什么事？有个人忽然杀了进来，他的武功实在太高了，谁都挡不住他呀！可是一个中年书生和一个白衣少年。是我。叶挺之。你这一生还剩下最后一句话可以说，我希望你珍惜这句话。一切都是我和吴相使的谋划，不要杀月清。我叫叶鼎之，从这一刻起，我就是你们的新宗主。不服者杀！哟，二位客官，您这边请。花魁和朱您坐那儿吧。好不风流啊！啊，就是啊，千里追夫呢，真是一段佳话呀！来，哎，客官，您的酒。是司空师叔。老板，来张纸和笔，还有个信封。好嘞。你要做什么？给长风写信。长风？你们这位师叔，这位朱雀使不会叫司空长风吧？师兄听说过他的名字？这小子有出息了。客官请。在外行游，喜闻师弟抱得美人，贺喜贺喜！师兄不日将归，喜酒无极，
缺无不可。哎，帮我也加一句吧，就说缺无也不可。大师兄也要凑热闹？哎，破败小庙，些许缘分嘛。就这么写啊。你说有一位读书人为考取功名，想向他讨几杯喜酒喝。好，好，好。我就是怕他太着急，把喜酒给办了。我这辈子还没有参加过兄弟的婚宴呢。云哥的没赶上，长风的就更不可能错过了。等你好了，我们就回去。瑶儿，这些日子辛苦你了，下午便坐船出海。好。